1个月20天的走势，那么从当时的股价5.8块啊，最高也是涨到了7.3块，整体涨幅超过 25%。 那接下来我们就围绕几个问题来展开。第一，目前的 A 浪向上反弹空间还有多大空间？第二，目前运行到了 A 浪的哪一个级别当中？如果想要参与波段交易，那么下一次的机会大致会出现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好，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主题。那首先我们还是梳理一下前期下跌的一个大结构。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一个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以及分享。因平台限制问题，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大家可以加 QQ 微信来了解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微高股份，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啊。那想看一看在上一次出视频之后啊，当前的走势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后期想要这个波段看涨的话，需要等待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以及上方的反弹上涨的空间有多大？其实这个票我们6月11号说过啊，说过当时它是从一个相对低位疑似在向上发展这个 ABC 的3波走势，并且呢这个 A 浪内部呢有可能会走出一个引导楔形的一个雏形。整体走势从相对的高位这里啊，那么我们还是看它是一个攻跌楔形也好，或者是它是一个引导楔形也好，那么无所谓啊，因为它的空间下跌空间足够大，那么预示着后期向上反弹的空间也是比较充分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画一下黄金分割。从黄金分割来看，目前从相对的低位3.60 附近展开的向上反弹，整体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截止到目前也没有触及到最低的这个压力位 0.236 的位置，也就是 8.10 附近。那由于目前这种走势出现，那么预示着后期这个相对低位开始的 A 浪上涨，它有可能会发展出所谓的这个引导楔形。那从小级别结构我们来看，相对的低位 3.60 来看，从这个低点开始运行 A 浪那这里就是 A1、A2， 目前应该是处于这个 A3 的末端，后期可能还有一个 A4 的调整以及最后一个 A5 的上涨，来完成这一波整体反弹的第一波走势 A 浪。那如果以这样的结构划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用一下波浪尺，看一下 A1 和 A3 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那可以看到两者都同时在 8.10 附近形成了这样一个重叠。那也就是说当前的位置虽然这个之前上一周的最高点冲到了 7.39， 但是距离上方的这个压力位是比较接近的目前如果短线去追的话，可能风险会比较大。那也就是说这一次 A3 的整体涨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上方可能剩下的只是少部分的这样一个余味行情。所以当前这个位置我个人建议不要去追已经不要去追了，因为毕竟上方面临着这样两种方式的压力重叠的这样一个区域。那它靠近这个位置，打比方说它并没有实际触及到，它只是靠近，比如涨到 7.9 8块整，都是可以说是完成了这种预期走势的。那接下来我们如果要继续波段看涨，我们只能等待这个 A 浪4的调整结束之后，参与最后一波的 A 浪5的上涨。这是目前整体走势我认为波段机会比较好的一个点。既然目前已经处于这个 A3 的末端，那对于前期有相对低位仓位的朋友来说的话，它是一个短线减仓的这样一个节点。因为在行情反转的初期，它的走势一定是会比较反复，而且回撤的幅度也相对于常规会比较深。这里我们首先可以预测一下，如果它在 8.10 附近展开这个 A4 的调整，向下回落的这个幅度空间也是比较大的，后期大致是要看到
6.10到 5.60 这个区域 5.10到 5.60， 那相对现在的价格大概还有 0.8 到 1.3 的一个下跌空间啊，也就是 14% 到 20% 的下跌空间。所以目前这个点位现价只能说是观望多一些啊，观望多一些，等待这个 A 浪3的上涨走势结束之后，接下来完成 A 浪4的调整，然后我们再考虑参与到 A 浪5的再次上涨。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说，那这个位置可能会刺穿一下 8.10 啊，但是这是在行情当中允许的，但是至少目前我个人看到的是在 8.10 到 8.20 它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目前向上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相对止损要设置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我的盈亏比并不合适，并没有形成1:2或者大于1:2这样的一个盈亏比的这样一个比例。如果是1:1的情况下，盈亏比1:1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我在搏我的胜率或者准确率有多大，那这样就失去了交易本质的一个意义。通过刚才我们一系列的梳理，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这个微高股份短期可能它还会向上有一定空间，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大。下一次的波段做多机会，我们需要等待这个 A 浪4完成之后，参与到 A 浪5当中。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等这个 A、B、C 全部完成的话，那向上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啊，比如11的位置，也就是382的位置，或者说是涨到 0.5 的位置，也就是 13.2，这都是后期整体上涨完成这个 A、B、C 3个大级别反弹之后，我们需要关注的2个点位。当然，由于我们当前的分析主要是用的是周线来看待后期的大结构走势，所以它整体的反弹它是需要的时间不会特别短。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